在前不久，我们解析了一个价值近万元的键盘，那今天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给大家深度解析一个性价比键盘，那就是我面前的这把 RK987。那它同样拥有3模连接，电池电量是1850毫安时，使用的是 ABS 透光键帽，也支持更换轴体，价格却只有229元。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在办公室拥有一个性价比很强的无线键盘的话，以上这些卖点就足够让你下单的了。但是在收到这个键盘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把键盘把钱省在了哪里？那在这边声明，以下的内容只是在解析其内部的构造，完全不会影响键盘的卖点和其功能性，只是图一乐。首先来看键帽啊，一个键盘的颜值主要来源就是其键帽了。那键帽总共有2种版本，一种是 PPT 材质，还有一种是 ABS 材质。但是 PPT 材质的键帽就要贵100块钱。那 ABS 键帽的特点就是不够耐用，容易打油，但是键帽的磨砂质感还是比较出色的。我觉得应该能够对付一段时间啊。那这套键帽让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其毛刺了。在我手里这把键盘，光一个空格键就有24个毛刺，一个 Shift 键就有8个毛刺，实在是让人遗憾。那 ABS 键帽到底有多便宜呢？那我在网上搜索发现，如果你愿意一次性购买200套键帽，每套键帽只要7块钱就可以拿下，而且各种颜色应有尽有。所以这个键盘键帽上的成本可能连零头都不到。那在讨论塑料外壳之前，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身边有没有那种非常常用的塑料凳子。从本质上来说，塑料的凳子和键盘的外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用的都是塑料注塑工艺。在19世纪的时候，台球是用非洲象牙制作的。那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需要寻找一个低成本的替代方案，于是一名叫做约翰·卫斯理·凯越的人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注塑工艺，和2次元番剧里面制作爱心巧克力的步骤很像啊。把别人的巧克力买过来，敲碎再融化，甚至加入食用色素，换一个漂亮的颜色，再把融化的巧克力倒入自己的模具当中，冷却脱模，就变成了自己的巧克力。只不过制作凳子和键盘上盖的材料肯定就不是巧克力了，而是融化的塑料。而给塑料定型的模具就不仅仅只是开一个槽那么简单了。那为了提升生产的效率，你也不可能让融化的塑料放在那边自己晾干，因此模具需要设计特殊的管道，注入冷却液，用来加速冷却，还要预留排气孔，不然里面的物件有可能就直接拿不出来了。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有热胀冷缩的物理性质。冷却好的塑料有可能贴在模具上，根本取不下来，需要设计推出针的管道，把做好的塑料件推出来，多多少少就会留下一些圆形的印记。在理解了这些特性之后，我们拆开键盘的上下盖，就能看明白其中很多的问题了。那在键盘的上盖内部就能够发现很多推出针的印记，甚至在推出针的旁边还能看到一些塑料残片和这些推出针的印记相连。初步估计，这有可能就是推出针所产生的问题。在键盘的背盖之上还能发现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这也就是冷却时间不足所造成的。那在键盘外观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每减少1秒钟的冷却时间，就有可能意味着每天有更大的产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那在键盘的上盖上有一个特殊的标记也吸引了我，那这个标记叫做模具日期章。在模具上都会镶嵌一个带有标记的小名柱，用来表示当前模具的制造日期，亦或者叫做版本号。根据这个日期章，可以明白这套模具是2016年1月生产的，那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公模键盘这个词，但是应该没有想过公模键盘能够用6年这么久。
模具的开发成本是非常的高昂的，用的越久，磨损自然也就越厉害。但是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压缩键盘的制作成本。市面上的热插拔键盘有非常的多，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实现热插拔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热插拔技术能够让你的键盘更方便的换上市面上的绝大部分轴体。今天你的某个轴坏掉了，摘掉坏轴，放上新轴，你的键盘就能够重新使用了。今天你不喜欢这个轴的手感了，你想换就能换。那我们的机械键盘轴体是通过轴体下方的针脚来传递信号的。不支持热插拔技术的键盘，就是用导电的材料把针脚整个包裹住完成的安装。反言之，只要我在安装固定的时候给针脚预留足够的空间，就能够达成随意更换轴体的目的。这也是热插拔技术的实现原理。那在之前有很多经典的键盘其实并不支持热插拔，很多人想要更方便的更换轴体，就出现了一些自己改造热插拔的方案。也就是传统的套筒热插拔或者叫端子热插拔。那这些改造方案所使用的原材料真的都非常的便宜，现在的一个热插拔轴座大概都要5毛钱一个，而之前改造所使用的铜基眼2个也只要不到1毛钱。在安装完成之后，用焊锡还有电烙铁固定一下就好了。但是这些材料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适应所有的轴，有的针脚会粗一点，有的针脚会细一点。那你来回更换，产生了金属疲劳，热插拔就失效了。如果你使用久了，金属的表面还会氧化，让材料的电阻值增大，也会让热插拔失效。目前还在使用套筒热插拔的键盘就是红龙的 K616，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询一下相关的视频。那 B 站的雪炼大佬发明了冠黄热插拔，那不再使用铜基眼。冠黄使用的材料是皮铜，那皮铜具有耐腐蚀、抗疲劳、抗应力松弛的特点，非常适合做弹簧和触点。而且非常巧合的是，最近非常热门的客制化键盘套件 Spring 支撑定位板的弹片也使用的皮铜。那皮铜当中大约含有0.2%到2%的皮，在加工过程当中生成的氧化皮粉末有可能会漂浮在空气当中，而氧化皮是属于极毒物质。尽管皮铜有各种各样的优点，但是还是强烈不推荐大家在家中操作。而现在的轴座热插拔其实就是对套筒热插拔的一个改进款。热插拔轴座就是由2个镀金端子还有一片塑料组合而成，在安装轴体的时候，轴脚就会插入端子的正中心当中，以达成热插拔的效果。那根据官方文档的描述，热插拔轴座在高温、高湿、高寒等极端环境之下，依然能够正常的工作，并且支持至少100次的反复热插拔。随着热插拔轴座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已经能够实现机械化的组装，这也才让热插拔技术进入了绝大部分人的视野当中。那轴座热插拔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要电路板支持，因为它的金属接触点比之前宽得多，所以就会和老款键盘不兼容。那绕了这么一大圈 ，RK987 到底是怎样解决热插拔问题的？那 RK987 的热插拔方案像是把轴座热插拔的塑料部分去掉，只保留端子部分，因此端子的材料还有耐久性，那这边就是无从得知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键盘的针脚孔洞被改造成了长方形，而不是之前的圆形。PCB 上还有印着时间是2021年的4月6号。那在主控芯片上可以看到使用的是 BYK 的916，通信芯片使用的是博通的 BK3632。那 BYK916 国外网友有指出，这其实就是中影的 SH68F90 的贴牌产品。那具体的性能和描述，大家可以在简介当中找到。应用这2个芯片当做解决方案的产品，目前已知的有黑爵的 AC064，还有 KM84 Plus 套件。RK 这种新颖的热插拔方案，无疑是兼顾了性能还有成本。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至于这个键盘剩余的部分，那我也就不多解释了。轴体、卫星轴、电池还有定位板这些，大家百度一搜心里有数了。那受限于篇幅，也就不深入解读了。
当然，在视频的最后，我也要再次强调，这次的视频并不是说 RK987它有多么的烂，它反而做得很好。那这期视频也并不是想要提醒大家说，买贵的就一定好。大家都是3模热插拔键盘，我觉得有必要告知大家这其中的区别和在这个价格之下，厂家到底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宜好用的键盘，这才是这期视频的目的。我想把更多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交给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本期视频的所有参考资料都已经放在视频的简介区当中。我是想当数码 UP 主的键盘区 UP 主，其实是托马斯。那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